赴日旅游，这就是不听劝的后果。航班取消，滞留在日本机场，手机刷到发烫，刷出来的不是没票，就是贵上好几倍的天价票。机场里人挤人，行李堆的到处都是，跟灾难片没什么两样。当初国家再三提醒，非必要别去，还是有这么多人硬要飞日本。面对日本媒体的采访，还自信地说，旅游是旅游政治，是政治，机票酒店早就定了，退亏了，就非得去给日本的旅游业冲业绩，是吧？看看其他同胞都是怎么做的。国家外交部一发布赴日出行提醒和避免前往的提示，多个航司就开通了免费的退改渠道，50多万同胞都已经明智的退订了。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无形中给日本旅游业给予一拳真空冲击。我先给大家看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到11月27号中日之间，每5架航班就有1架飞不了12条主干线，直接停摆。最惨的是天津、南京非关西的线取消率超过65%，但这数字背后是啥？我给大家算个更直观的。账中国游客这一下子不来，相当于日本旅游业每秒损失220万日元，也就是10来万人民币。这可不是细水长流，这是大动脉被切开了，血是喷出来的。为啥这么严重？因为中国游客的消费力那是日本旅游业的黄种金血脉啊！今年前3个季度，咱们同胞在那边人均消费15000多人民币，是韩国游客的2倍多，美国游客的1倍半。这钱可不是只流进东京银座的奢侈品店，那是渗透到了日本地方的毛细血管里。我给你举几个特别扎心的例子。京都那个著名的清水寺，它一大半的修缮资金靠的就是咱们的门票。钱现在好了，工程没钱停了奈良，那些蒙蒙的小路现在不少店因为买路先辈的咱们锐减了80%，饿的开始攻击本地游客伤人事件，翻了3倍，还多冲绳的免税店以前40%收入，靠我们大白天就关门，中文招牌拆得干干净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最要命的是这个窟窿它补不上。日本不是没想办法，他们使劲儿吸引东南亚印度的游客来，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6个印度游客的消费才能顶上1个中国游客，有顶级研究所算过了。再这么下去，日本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得被拉低一大截，1半的增长潜力直接就没了。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光说数字可能大家没感觉，我再给大家描绘几个画面，那真是从爆买盛宴直接掉进萧条现场。大阪新斋桥，以前中文导购忙得脚不沾地，现在呢，一个叫山本游纪的导购大姐说，她习惯性的摆出中文价签，一整天都等不来一个人。她苦笑着说，去年这时候这拱洞里挤得挪不动脚，现在中午最热闹的时候都坐不满3成。京都的那些特色民宿仓库里，给中国游客定制的几百套浴衣和茶具全在吃灰网上民宿转让的信息一下子多了5、6倍。有个叫山田佳奈的老板娘都被逼到要去当铺当吊祖传的和服了，听着都心酸。就连东京迪士尼烟花秀都提前1小时结束。咬令专门为咱们服务的1000多个中文岗位1/3的人丢了工作。最讽刺的是啥？这边厢一些小商贩快活不下去了，那边厢有些日本网民还在网上欢道江同建横动呼，太好了，京都终于清静了。奈良那个卖路先辈的老爷爷田中龙一指着仓库里压着的3000包过期产品，说了一句大实话，那些在网上庆祝清静的人用 IYC 透，我导令远不会为我们的生计买单。这话真是戳心窝子。所以咱们看明白没？日本旅游业对咱们的依赖根本不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而是伤筋动骨的结，构性绑定。咱们同胞去了买的是奢侈品，玩的是定制体验，做的是高端医疗，这都是高附加值的消费。别的国家游客可能更多的是吃个饭住个店，这消住费档次不一样。所以当中国游客集体撤离日本，面临的绝对不是少赚点零花钱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相关产业链都要断层的系统性风险。有日本专家基奥刚师换攒钻自己都警告了，这么搞下去，旅游业1年损失能超过2万亿日元，对地方经济简直是毁灭性打击。所以说到底，这场因为部分人不听劝而引发的滞留是一刀石，剑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在现在这个时代，任何政治上的误判，其代价
都会用最快的速度直接砸在普通老百姓的饭碗上，当我们的时间。同胞在机场为天价机票发愁时，日本的无数小店主、手艺人、导游也在为空空如也的店铺发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干的焦虑，其实根子都连在一起，就像那位京都民宿老板的悲叹，我觉得特别能概括这一切。他说，我们曾经以为中国游客是锦上添花，现在才明白他们是雪中的炭火，炭火一撤，这个寒冬只能自己熬了。这还只是吕氏、李斗氏、愣共油方面的，按照目前的中日关系，高市早苗这场风波要是降不下来，会对日本的整个大经济盘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除了旅游业第二波冲击就能快速蔓延到资本市场，也就是股市资本的鼻子是最灵的，一闻到风险的味道，跑得比谁都快。因为担心中日关系恶化，没人去日本玩的投资者们恐慌性见斗森迪板森地抛售那些跟中国游客消费紧密相关的公司股票，引发了连锁反应，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我给你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就在11月17号到18号那2天，像3月伊势丹这种大百货公司、资生堂这种化妆品巨头、日本航空股价都大跌。这恐慌情绪还不止步于旅游业，连优衣库、无印良品这种在中国有很多生意的大公司股价也跟着遭殃。这种抛售行为说明什么？说明市场一下子惊醒了，原来政治人物说错话带来的政治风险是能立刻变成暴真地浩斯金白银的经济风险的投资者们害怕的已经不只是游客减少，他们更怕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整个生意和供应链都会受到拖累，而这就引出了最深层也是最要命的第3波冲击供应链和贸易的风险。这才是真正动摇了日本经济的牢底。日本制造业，尤其是它的王牌产业，像汽车、半导体、电子设备，它的供应链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的，两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一家叫东京电子的日本半导体设备巨头，它差不多 44% 的销售收入都来自中国。有专家警告，要是供应链真的受到大影响，那损失将是万亿日元级别的，那是天文数字。这里就必须要打破一个很多人曾经有过的天真幻想了，就是所谓的正冷经热，觉得正冷造替行度混得三重，治上的事是政治上的生意照做，没关系。现在现实狠狠打了脸，中日经济往来极度依赖良好的政治氛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正冷经热，政治持续紧张。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对日本货的需求就会减弱日本对华的出口，它在华企业的业务以及两边的相互投资都会放缓甚至萎缩。要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它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举个例子，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汽车里每3辆就有1辆多来自日本。有外媒分析的很直白，如果中国对日本商品关上大门，日本几乎找不到能完全替代的市场，它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份订单，而是它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最稳定最重要的预期。所以这场风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课，它告诉我们，政治上的短视行为会像一套组合拳，通过旅游、股市、供应链这些渠道结结实实地砸在宏观经济的身上。对于一个像日本这样内需疲软、本身问题就不少的经济体来说，失去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关键市场的稳定支持，这个代价可能是伤筋动骨的。有分析说，日本经济正面临重大风险，我觉得一点没错。这场由政治误判引发的经济寒潮恐怕才刚刚开始刮起来，而滞留在日本机场的众人不知道现在是否明白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中很多人对自由这个词有误解，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那是小孩子过家家，成年人的自由是你在清楚知道前面有坑有风险之后还能做干出对自己负责任的选择。那些不听劝非要去日本的游客，其实就是把自由当成了一张任性的消费券。结果呢，国际政治这个最大的风险他们没算进去，秒去，最后代价就是机场里打地铺和钱包大出血。这告诉我们，没有责任感的自由就像风筝断了线，飞得再高也得栽跟头。然后有人说，为啥领事馆不能全息荡金黄
包全管，这还真不是国家冷漠国家的责任，是保护你的基本安全。比如被欺负了，帮你维权护照；丢了，帮你补办，但不能为你每一次冲动的个人选择权买单。咱们都得长大，得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做的决定后果得自己扛，这叫做责任自负，是咱们成为一个成熟公民的必修课。所以你看，这是一堂敬畏封国、上浪世道烦躁实践看清大势的成人课，别再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对日本社会来说，这是一堂中国消费力到底多重要的现实经济课。当政治归政治的天真想法破灭冷清的码头和机场，就是最直接的答案。这堂课的学费游客用金钱和时间付了日本旅游业，也用失去雪中炭的含义付了希望。这学费没白交。这场风波用滞留学费和产业寒冬证明，政治误判的代价终由经济与民众共担。个人任性的自由抵不过大局风险的凛冽。希望对方能狠狠地记住这个教训，能够找回一点自己的良心。